田园金熊猫赛道又添一员大将，奶爸直接被小鳌拜的热情吓跑了。遇到耍赖皮的小鳌拜，奶爸使出浑身解数也完不成收猫任务，哪怕仔仔的脸都被拽成松狮了，也在用浑身的力气拒绝，像极了在超市看到玩具硬要买，不给买就当场撒泼打滚的人类幼崽。等到奶爸好不容易把他抱起来后，小鳌拜的爪子还紧紧勾着对方的小腿。第一次见到粘人和犟种并存的小熊，当奶爸在外场收拾卫生的时候，小鳌拜的小眼神都要拉丝了，结果下一秒又耍起来狐妹子技能。不过这小子的粘人大法相比咸咸仔还是略微青涩了点，毕竟奶爸奶妈都是心甘情愿抱他。咸咸仔一开始还是个妈宝熊，只对着奶妈撒娇卖萌，一言不合就扑进怀里求抱抱。对方拿来笋笋投喂的时候，他也要含情脉脉盯着奶妈看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开口喊妈妈。谁能不被爱撒娇的小熊迷倒？奶妈也不例外，如今都主动抱孩子。要先抱一下是不？啊？要先抱一下再吃水吗？啊？哦呦，好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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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抱！成功俘获奶妈的咸咸仔不满足于此，又对着新来的实习奶爸卖萌。咸咸仔现在就是很喜欢扑我，也很喜欢抱我，也很喜欢朝我这里来。乖乖，不要管，来跟他姐姐一起耍。奶爸看似抱怨，实际上就是凡尔赛。毕竟他抱着咸咸仔的时候，嘴角都压不住，给孩子准备惊喜都是一路小跑，完全被迷倒的他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就连一开始暴力擦脸的太老爷，也被咸咸仔的美色迷惑。如今的他一见到咸咸仔就笑开了花，恨不得抱着孙子不撒手。隔壁虫洞的芒小五也是如此，一看到外公就冲上去贴，恨不得被对方抱在怀里举高高。而这还是小五打小就养成的习惯，外公只是抱孩子回家就被这小子偷亲了好几口，并且宝贝平等对待每一个饲养员。因为不想下班又开始卖萌，奶爸看到这一幕都移不开眼了。一看这狐媚劲儿就知道他是个男熊，不过最会撒娇的还得是创始熊与可。这小子在狐妹子赛道上一骑绝尘，看到奶妈后直接飞扑求抱抱，压根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，这小子就水灵灵的躺在怀里了。当李奶妈推开不让抱的时候，于可又牢牢挂在对方身上不撒手，奶妈只能咬着牙抱好大儿。没想到滚滚们一个比一个会撒娇，利用颜值优势迷倒了一大群饲养员。动的滚滚们有多叛逆，萌大当着奶爸的面拆抱枕，把面面气到生无可恋。不毛狗躲在市场的角落，毛不毛狗，让我把你带回家。萌大大一看就是故意的，把抱枕拆稀碎的同时，嘴角都带着笑意。面面奶爸只能静静看着孩子作妖，还得安慰这小子玩热了吧，我给你吹吹。不过这对于奶爸来说已经是小儿科，毕竟他在亲闺女小白天那里受的委屈更多。面面奶爸不是被迫给公主按摩，就是闻孩子的臭脚丫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能顺利投喂窝窝头。屡次碰壁的他才不甘心，又拿着窝窝头挑战花点点的权威，毫无疑问的是被拒之门外了。面面在滚滚们的挨个霸凌之下，原本还是潮男的他逐渐精神恍惚，动不动就独自坐在角落思考人生，只能说路过的路人都得扔俩钢棒。难怪都说面面奶爸是食物链的底端，实在不行给他请个律师吧，感觉他有点冤情。黄连奶爸也被小白天欺负过，有次他拿着一根竹笋哄对方上班，哪曾想公主嫌少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内心 OS 这般谁爱上谁上吧。而萌二也是个双标的下班困难户，奶爸明明看着二小子被奶妈叫回家，本想模仿一下，结果对方理都不理。最令奶爸委屈的还得是萌二的白眼。这天黄连将一块板砖大的窝窝头塞孩子嘴里，却忘记熊孩子和窝头不对付，气得这小子给了奶爸一记熊掌，还得斜眼看人。不过黄连总是被欺负也是有原因的，当倔脾气的萌萌不想回家时，他竟然拿着铁丝勾闺女的饭碗，气得太后随地一躺，非要在外场露营。即便是徐老爷收拾烂摊子也不管用，要知道北洞窝窝头是出了名的难吃，黄连居然在蒙太后上药的时候送到嘴边，难怪萌萌一气之下赏赐他一个大耳光，直接把御医吓得倒车3步站得笔直。只可惜北洞的滚滚们主打一个软硬不吃，面对帅哥奶爸也要拿捏。萌大听到奶爸的呼喊后不耐烦的翻白眼，脾气最大的小白天直接不理他，看奶爸惆怅郁闷的表情，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被关笼子里了。就连徐老爷也逃不过熊猫欺负，上一秒投喂小白天吃窝窝头，结果对方当着他的面直接扔了。他面对亲闺女萌萌更是毫无办法，本想加餐的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来回转圈，一旁的徐老爷像极了伺候公主的保姆。只能说北洞饲养员集体被欺负是赢得的，毕竟脾气大性格倔的滚滚可是他们宠出来的。什么说萌二是最值得女熊嫁的对象？二小子可是唯一会做家务的男熊，其他熊猫还在赖床不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早早起床叠好被子，不仅学着奶爸的姿势叠成小方块，还叼起小凉席板板正正摆好晒太阳，晾好后还懂得拍一拍上面的褶皱。萌二每天必做的事就是拿毛巾洗脸，吃完饭也知道擦擦嘴，平日里不是泡脚就是洗澡。相比于浑身黑黢黢的滚滚们，二小子在爱干净这个赛道上一骑绝尘。而萌二最讨人喜欢的地方，还得是这小子善良温润如玉的性格。他对身边的任何事物都很有爱心，尽管小鸟经常来啄毛，但萌二还是会主动分享食物。窝窝头任由对方随便吃，小苹果也会故意给新朋友留一大口。
就连竹笋也会放到麻雀嘴边投喂。身为北洞大孝子的萌二，即便他没喝过一口奶就和萌萌分开，可这小子对萌萌还是十分孝顺。天气一热，萌萌不愿意出外场时，二小子就替母营业。和妈妈隔窗对望时，更是满满的爱意。都知道北洞的窝窝头讨凶险，胖大海为了少吃一点，使劲扒拉着。萌大一看到飞过来的窝窝头，就两眼一黑，顺势假装晕倒骗过奶爸。小白天更是不给面子，直接扔掉。唯独萌二吃到打嗝也不放弃。如此珍惜粮食的熊猫可不多见了，并且在萌二心中，奶爸奶妈比美食还重要。对方投喂大红枣的时候，这小子明明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，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张嘴，生怕自己锋利的牙齿伤害到对方。这天待在内舍的二小子极其无聊，本想随机召唤一个奶妈陪玩，可他看到对方冻得穿上外套就自觉离开。宝贝，这是在心疼衣着单薄的奶妈吗？其他熊猫一言不合就疯狂砸门，唯独萌二不管是饿了还是想下班回家，都是板板正正坐在门口等饲养员，还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不小心睡着了。萌二每次受伤都不吭声，还是游客发现他手掌划破提醒饲养员的。当兽医叔叔拿着药水上药时，宝贝被刺激到疼痛难忍，却也只是揉揉耳朵转移注意力，绝不会收回手掌耽误对方。并且萌二也很少大发脾气，即便是游客看熊猫的时候大吵大闹，情绪稳定的他也不会生气，反而默默举起来小牌子提醒对方。这小子的身材也是加分项，虽然萌二单看脸就像个乖宝宝，可他的一身腱子肉却看起来男友力爆棚，很有安全感。萌二简直就是熊猫圈的三好丈夫，难怪姨姨们都抢着将自己小熊嫁给他。看到北洞的毛孩子全都被养得白白胖胖，才发现饲养员们宠孩子真是一碗水端平。作为外交功勋熊猫的长公主丫丫，如今终于过上了不用取悦任何人的生活，不仅拥有吃不完的笋笋和水果零食，还能在独属于自己的院子，听着鸟叫声，靠着竹海开心干饭。虽然丫丫已经步入老年期，可她的养老生活比顶流明星还要幸福，玩具丰容多到数不过来，整个院子都快被塞满了。饲养员还将食物整整齐齐摆放好，每根竹子都是特意劈开的，生怕压宝牙口不好吃起来费劲。只可惜公主满心满眼都是大笋笋，奶爸精心准备的竹子都被拽飞了。还记得丫丫刚回国的那段时间，总是在担心自己吃了这顿没下顿，每次干饭都是小心翼翼的，连笋皮都舍不得丢掉，让粉丝们心疼不已。或许是因为体会到家的温暖，如今的她愈发恃宠而骄，吃个竹笋还要里3层外3层的扒皮，就连奶爸奶妈准备的下午茶都看不上。长公主直接一巴掌拍飞小苹果，像是在说你就是这样应付本公主的。然而北洞可不是因为丫丫国民度高才对这小妞格外关照，住在丫丫隔壁养老的古大爷也是同样规格。古古不仅会吃着饲养员劈好的竹子，身后还有松软的竹叶充当靠枕，就连秋千上海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，估计被锁玩具的萌兰看到都得羡慕。虽然古古已经25岁高龄了，可他的脸上看起来没一点岁月的痕迹，毛色更是黑白相间还锃亮，这一看就是从来没受过苦的孩子。奶爸奶妈才不管熊猫有没有流量，不管是丫丫还是古古，他们都是饲养员心尖上的孩子。而花点点也在喂展区待过一段时日，出来后直接胖得认不出来，足以可见这小妞的伙食有多好。不仅如此，她的性格更是调皮爱玩，平日里不是上蹿下跳，疯狂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重复，就是耍800个心眼，故意拿捏奶爸。谁能想到他是因为社恐才住在后院的，更别提萌家那几个祖宗了。一家子熊都恃宠而骄，饲养员都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，萌萌一个眼神就能让奶爸瑟瑟发抖。奶爸投喂个笋笋都心惊胆战的，生怕位置没放对，惹得萌太后生胖气。当萌二营业期间偷懒睡觉时，奶爸忍不住提醒一下好大人。这小子一开始还是充耳不闻，好不容易起身后紧接着又睡下。还有熊猫圈的顶流男明星萌兰，这小子也是被惯坏了，一言不合就越狱。前几天挖地道离家出走，昨天又爬树观察地形吓唬奶爸。北洞的滚滚们都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感谢奶爸奶妈对熊猫的付出。但许奶爸是标准的中国式爸爸，福宝炫个竹笋都得学会动脑筋。如果你千篇一律的给他同一个尺寸的竹子，他也就只会一种吃竹子的方式，他会动脑去想。要知道福猪猪回国后才真正见到大世面，琳琅满目的竹子笋笋都挑花了眼，导致这小妞到现在还没学会正确掰竹子的方式。可徐想奶爸明明看到小福干饭困难，却从来不会将食物切成小块，只能说让孩子自力更生才是他最终目的。韩国的2位爷爷对福宝主打一个溺爱，徐奶爸却是妥妥的中国式教育，即便是加餐也要练习小家伙的后肢力量。只见小福同学一把抓住小篮子，不仅站得笔直，平衡力也不错，3下2下就拿到奶爸藏起来的窝窝头。外面烈日高照，福宝也不回家睡觉时，奶爸生怕闺女中暑，便一个劲碎碎念。这和思想教育的教导主任有啥区别？天气热要回来睡，听到没有？带着恼火，现在天气好，你看到没？太阳都出来了。也正因为奶爸的中国式教育，才能养成福猪猪勇敢独立的性格。不管外面刮风还是下雨，小家伙都能在外场安心干饭，再也不是从前听到打雷就害怕的小熊了。不过奶爸在关键时刻也很宠孩子，要知道一向社牛的福猪猪经常翻滚重复，
不少游客看到后会激动尖叫，甚至故意引导小家伙做这个动作。护犊子的老徐担忧小福出意外，送闺女上学前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：要不出去不要打滚哈，你去吃了睡，喝了吃，走啥子爬都行，爬树也行，别打滚。可见他真的将福宝当成自家孩子去宠。当福宝的外场发现不明物体时，奶爸也会第一时间警告游客，避免乖闺女出去营业时受到伤害。就是说，各位朋友把手里的东西拿好，对不对？水管垫啊，盖个镜头盖啊，矿泉水啊。谁胆相信他上电视都紧张到闭眼啊？为了给闺女做主，直接克服社恐，老徐还不忘安慰受到惊吓的孩子，不仅给小福弟损损，还得来个摸头杀安慰一下宝贝闺女。或许有了游客掉镜头盖的先例，心怀愧疚的奶爸始终不放心，一直都在参观区默默守护着福公主。都知道身为食铁兽的熊猫攻击性很强，更何况是即将满4岁的福猪猪，可父女俩还是能共处一室。奶爸不顾危险，直接去外场帮闺女除草，只能说一人一熊都很信任对方，离不开徐奶爸对小福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徐福记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福宝回国后遇到徐奶爸才是最大幸运吧。